明面上是理发店，暗地里却是趁火打劫。常州中捷美业理发店18人被一锅端。这家理发店自从开业后，就大肆宣传店内优惠活动，30元就能体验4次美容美发，还附赠按摩项目，贪便宜的顾客纷纷前往体验。而理发只是店内开始骗人的幌子，后面托尼老师便会推荐拔罐项目，不仅只要50元，而且还是漂亮小妹给顾客拔罐。部分贪便宜的顾客便兴冲冲地上了2楼，结果拔完罐就傻眼了，原来50元拔罐是一个罐50，全部加起来都得1000多了。不想生事的顾客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。而面对部分态度强硬的顾客，他们早有准备，拔罐开始前贴心地准备一次性内裤，让顾客换上，事后再拿走顾客的衣服藏起来，逼着让你不得不付款。而遇到态度更强硬一些的，他们会在顾客做项目前偷看锁屏密码，然后偷偷拿走手机直接扫码付款。如果以上手段全部用完，顾客仍不付款，那就直接派出打手，对顾客拳打脚踢。从10月份以来，这家店骗了不下70人，变相抢劫了顾客300余万。这样的黑店还能开那么久，黑那么多钱，这就是把这些贪小便宜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贪小便宜吃大亏。这句话真是一成不变的真理。2000元把自行车卖给了同学，后面暑假又骑了回去，再次转手卖给了另一个人。遇到这种舍友只能认栽。博主宁仔被舍友偷走大疆的最终处理结果终于来了。起因是宁仔于今年双11花费3100元购买了大疆 Pocket 3，被舍友偷去后，以1600的价格在二手平台上卖出。博主把事情经过发到了网上后，承受不住舆论的舍友和他妈妈只能商议赔偿，可最终却也只赔了1500。在经过学校警务处的严肃批评后，舍友的妈妈才把剩下的1600赔偿给了博主，但折腾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才只赔偿了机器钱。不服气的博主便报了警，听到了要立案，舍友和他妈妈顿时慌了，只好承诺再赔偿机器的一半，但手头没有多余的钱，最终只好先赔付300，剩下的等到过年再转。就这件事你们怎么看？留下你们的见解。说好的单挑，却不讲武德思威一偷袭。好兄弟赶来后开大一挑4个精神小伙当场骑车开溜。起因是广西谢霆锋和精神小伙有矛盾，两人互看对方不顺眼，于是便相约王者峡谷来一场真男人对掏。事后广西谢霆锋技高一筹，轻松拿下精神小伙。可吃了亏的精神小伙却在对方转身时上前偷袭，先是两人把广西谢霆锋摁到地上摩擦，后面2个墙头草健壮也是加入了战斗。战斗就这样持续了几十秒，精神小伙以为稳了，便停手休息，放起了狠话。不曾想血条几乎清空的状态下，广西谢霆锋还站了起来。面对精神小伙的挑衅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别着急，我才是好友。原来是好兄弟小胖上厕所回来了。了解完事情经过后，血压立马飙升，脱下衣服露出一身织包肌，进入狂暴状态，3拳2脚就把精神小伙捶到跪地。1v4的情况下，就连血条都没掉，吓得精神小伙骑上9号立马开溜。小胖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另一精神小伙，而这位在见识了小胖的实力后，早已吓得屁滚尿流，赶紧打电话通知警察。为了防止挨揍，剩下几个精神小伙只能灰溜溜的回家了。看来年轻人还是吃亏吃少了。火车售货阿姨与网红互动，被领导认为影响铁路形象辞退。事情起因是近日网红刘回在回家慕斯的火车上直播，遇到一位卖货阿姨推销商品，阿姨热情地介绍商品的同时，还对刘回连连称赞。被阿姨夸上天的刘回买了不少东西，还送阿姨勾帮子烧鸡，阿姨也客气地回赠一袋零食。没好意思白收的刘回多转了1元钱，两人都被对方的行为感动，临走前相互拥抱了一下。这段表述正能量的视频很快就火了，双方当事人开心，网友也都开心。可偏偏有些领导不开心了，他们2次找到阿姨，让把多收的1块钱和烧鸡退回去，无奈阿姨只能照做。后续又要求阿姨联系刘回删除视频，但视频被网友大量传播后，早就删不干净了。气愤的领导知道后，又以和乘客拥抱互动，破坏铁路形象为由，把辛苦工作了10几年的阿姨辞退了。其实这段互动根本没有任何不良影响，还让网友们看到了东北人的爽朗热情，本是借势宣传的好机会，偏偏被一些古板的领导僵化处理，引起网友反感。这件事爆火后，公司紧急出来回应，并没有开除阿姨，只是停了她2个班，理由是人车分离有隐患，如果受货车撞到旅客公司得负责任。还是领导啊，看来多大的事都能把这个谎给周圆了，早干嘛去了？舆论压不住了，又来这一套，一帮老古董当领导，直接回填吧。55岁大爷自称武当北派传人，与20岁业余拳手公园切磋，16分钟被 KO 倒地，说他厉害吧，却被小伙暴揍，说他不厉害吧，可他却硬生生在小伙手里挨了16分钟。这个场面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位故人。
都是满满的自信，拳怕少壮，他不懂。传武啥时候支棱过？花架子表演，欣赏一下就算了，别认真。5个舍友有4个抽烟，每日打游戏吵闹到2点，心生唤醒未果后跳河自杀。近日，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份判决书显示，赖某进入江西某技术学院就读，期间因无法忍受舍友的抽烟以及通宵打游戏的行为，多次向辅导员申请调换宿舍。他曾表示自己无法承受舍友的影响，每晚闻着烟味睡觉，感觉要窒息，甚至生出跳楼的想法。但辅导员驳回了他的申请，最终赖某无法承受折磨，在校外一处河中溺水身亡。赖某父母认为导师以及学校的不作为，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。最终法院认定学校承担次要责任，赔偿赖某家属款项共计30万余元。希望这种悲剧不要再发生。安徽亳州一小镇突然发生剧烈爆炸，100米开外的卷帘门和玻璃都被震碎，而上一秒一大爷还骑着3轮车在路上卖豆腐呢。遇到爆炸的大爷赶紧把3轮车往后倒，而车里的豆腐估计也已经变成豆腐花。河北保定一男子走着走着，从衣服里掉出一大堆红彤彤的100元大钞，原来这是男子刚从银行取出来的4万块钱，也没用袋子装一下，直接就塞衣服里面了。而正好当时又刮着风，钞票被吹得满地飞，不知男子当时是因为蒙圈还是不在乎，反正手里的饮料和手机感觉被焊在手上一样。我丢40都没那么淡定。男子说由于风大，还有一部分没有捡回来，可能路边的花坛里还有些漏掉的。广东惠州一女子路过一门店时，随口说了一句这花真好看，但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男子听到对象说好看，便想着搞一盆回去。长得好好，要不要搞一盆回去嘛？不走哦，我就把一个回去吃。走啊！哎呀，女子都已经提醒他，这里有监控，赶紧把花放回去。但男子最终还是没听劝。有监控的，放回去。颇有点霸道总裁的感觉了。这要是2人以后一起去逛金店，女子随口说一句这金项链真好看，那剧情不就炸起来了吗？湖南长沙，一只浣熊因为祈求游客投喂，长时间下来竟然学会了拜拜，而边上的浣熊同事见他这样能获得食物，于是也开始模仿，但刚拉出架子准备开始，结果被旁边的浣熊一把按了回去，心里的潜台词就是老弟你把握不住。这种低3下4的活让哥来，眼睛一边盯着游客手里的食物，一边盯着旁边的同事，根本不给他冒头的机会，有点心眼子全是同事身上了。广西一女孩父母出远门时交代她在家里晒玉米和盖玉米，第2天女孩起床时发现玉米已经在晒着了，但她记得昨晚玉米明明是盖上的。女孩还以为父母回家了，但她家里确实只有她一个人在。女孩觉得非常诡异，看了监控视频后才发现自己还在睡大觉的时候，家里的大黄早已把篷布拉开晒玉米了。父母离开家的时候，除了叮嘱她，可能也叮嘱了狗，但最终看来还是大黄比她靠谱一些。美国洛杉矶有人拍到大哥骑着9号送外卖，还是蓝牌的。这个带雨棚的电车一看就是我们这边的，这真是漂洋过海来看你。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哥点的，这大哥也真敢送。河南一位大爷在路边利用放大镜点烟，大爷咱就说这样点出来的烟是味道纯，还是说没有甲烷的味？大爷可能是全宇宙第一个狠心点烟的。广东一大爷空军回家时路过公园，想着再甩一杆，好家伙，直接钓上来一条超大的。大爷小心翼翼往上拉，结果还是让鱼给跑了。不死心的大爷用杆子戳了几下，又勾到鱼的尾巴了，这也太厉害了。不过最后还是被鱼给跑了。这下好了，回去晚上肯定睡不着了。No! 湖南一饭店，大哥让狗子看会门，自己出门办点事，结果回来发现狗子睡得比猪还沉，于是大哥就拿火腿肠往狗狗嘴里塞。有没有可能狗子是故意装睡，等大哥多塞几根火腿，下次是下柠檬水？